人为什么会英年早逝？这个问题你可能在新闻上看到过，可能在身边听到过。一个年轻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，或者一次意外，人就没了，留下一大家子人哭天抢地。很多人以为短命就是造了恶，就是报应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在佛法的视野里，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走了，背后藏着至少7种完全不同的因果剧本。普通人的早逝和那些年少成名的人，因果是不一样的。而更惊人的是，如果不是一个人走，而是一群人同时离世，比如一场天灾，一场空难，那背后的因果就不是个人业力那么简单了。佛经里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，叫《佛说业报差别经》，是佛陀亲口为一位名叫守家的长者讲的。经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原文是：有10种业能令众生得短命报，就是说有10种行为会直接导致一个人下一世短命、横死、青年离世。这10种行为我后面会讲到，这不是诅咒，也不是恐吓，是佛陀把宇宙间最根本的因果法则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。而生死这件事恰恰是因果最大的显现。佛法里讲3世因果，即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不是只有一辈子，是生生世世相续不断。你这一辈子的遭遇，很多是前世种下的因，你这一辈子做的事，又会变成下一辈子的果。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你现在正在承受的，就是你过去造的；你未来会遇到的，就是你现在做的。但是啊，英年早逝这件事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每一期生命的长短，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底稿。这些真相平时很少有人讲透，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往下播，把英年早逝背后的因果完整说清楚。影片最后，我还会将佛门中增寿改命的心法一并告诉大家。等你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在我们正式揭开这层因果面纱之前，不妨先在留言区打出一句：愿一切众生平安长寿，离苦得乐。为自己、为家人，也为所有已经离去的年轻生命种下一颗善的种子。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因果，跟你最亲的人有关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儿：一个孩子从小体弱多病，家里为了给他治病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房子卖了，工作辞了，大人熬得头发都白了，好不容易拉扯到10几20岁，人还是走了。父母哭得死去活来，所有人都心疼这家人，说这孩子是来讨债的。讨债鬼这3个字，很多人当骂人的话讲，其实在佛法里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因果现象。法院珠林里记载过很多这类公案，最典型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很多父母想不通，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，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种痛苦？其实啊，不是你这辈子怎么样，是你们前世的因缘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。古时候有个故事，说的是有一户人家家财万贯，夫妻俩40多岁才得了一个儿子，宝贝得不得了。结果这个孩子长到10几岁，突然得了重病，怎么治都治不好。临死前，孩子对着父母说了一句话：我前世是你的债主，你欠我30两黄金，现在我连本带利讨回来了，我们两清了。说完就断气了。夫妻俩一算，这些年为这个孩子看病、吃喝、穿戴花的钱，刚好差不多30两黄金的价值。你说巧不巧？不只是孩子，伴侣之间也一样。有的人结婚以后，另一半要么重病缠身花光家里的钱，要么挥霍无度败光家产，最后人走了，家也空了。你觉得自己命苦，怎么摊上这么个人？其实啊，是你前世欠了人家的。这一世
人家来讨还而已。但不是所有的早逝全都是讨债。接下来这一层可能是最颠覆你认知的。你看，有的人一辈子行善积德，乐于助人，人人都夸他是个好人，结果却30-40岁就走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佛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业力成熟的先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造的善业和恶业不是同时成熟的，也不是善的先熟，恶的先熟，而是看哪个业力重，哪个因缘先到。所以一个好人为什么短命？答案是他今生的善业是新种下的福报，而前世深重的恶业先成熟了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前世欠了1000万的巨债，这一辈子你很努力，又赚了100万。可是旧债1000万到期了，法院要强制执行，你手里的100万不够还，怎么办？就得用别的东西抵，比如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，甚至你的寿命。这100万是你的善业，是你今生行善积德赚来的，它不会消失，它会存下来，等你下一世再用。但前世那1000万的旧债到期了，必须先还。所以你这一辈子虽然是个好人，却要承受短命的果报。那这个短命的果报是坏事吗？不一定，很多时候它反而是好事，因为这叫重罪轻报。就是本来你要受很重的苦，很长的罪，因为你今生行善积德，修行有功德，把重罪给减轻了，变成一个比较轻的果报来受。佛经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有一个人一生都在布施救济穷人，做了很多善事，结果30多岁就得病死了，大家都替他不值，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这么短命？佛陀就告诉大家，这个人前世是个猎人，杀了无数的生灵，本来应该堕地狱受大苦，因为他今生布施的功德，把地狱的罪转成了短命报，命中之后直接升天享福去了。你们觉得他可怜，其实他已经捡了大便宜了。所以啊，你看到好人短命，不要着急说因果不公平，你不知道他前世造了什么业，也不知道他命中之后去了哪里。也许在你看来是悲剧，在因果的天平上恰恰是重罪轻报，了脱大苦的好事。接下来说的这种就比较有意思了，相信很多人会感兴趣，就是那些天纵奇才，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却突然陨落的人，他们的因果又不一样。很多才华横溢的人，诗人、艺术家、学者、天才少年，年纪轻轻就闯出了大名堂，可是盛名之下，人却早早地走了。大家都说是天妒英才，老天爷嫉妒他的才华，把他收回去了。老天爷可没那个闲工夫，这类人的早逝背后是另外一套因果逻辑。佛门里有一句老话叫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钵；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披璎珞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前世只修智慧，不学慈悲，不修福报，那他这一世会很聪明，很有才华，悟性极高，但是命薄福薄，日子过得很苦，连饭都吃不上。就像证了果的阿罗汉，如果没有福报，托钵都没人供养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前世只修福报，不修智慧，那他这一世会很有钱，很有福报，但是愚痴没脑子，就像庙里的大象身上披满了珠宝璎珞，很尊贵，可它毕竟是头畜生，没有智慧。那天妒英才属于哪一种？就是第一种，修慧不修福，或者说修慧的同时还造了杀业。前世他可能是个修行人，是个学者，是个辩才无碍的人，读了很多书，开了很多智慧，积累了深厚的慧业，所以这一世他天资过人，一点就透，学什么都比别人快，年纪轻轻就能成名成家。可是前世他光修慧了，没修慈悲，甚至还造了不少杀业，比如为了做研究解剖动物，为了口腹之欲大量杀生，
或者性格孤傲，看不起众生，没有慈悲心。于是这一世慧业先成熟了，所以他有财有名，杀业跟着也成熟了，所以他无寿命薄。两个业力同时显现，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有财无命，天妒英才。这是第一层原因。还有第二层更现实，盛名本身就是消耗福报的。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出名了，万人追捧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，鲜花、掌声、赞美、名利，这些东西都是福报的变现。你享受了多少赞誉，就消耗了多少福报。可是啊，一个人的福报总量是有限的，如果他出名之后继续挥霍、放纵，开始造业，那福报耗起来就更快了。名、利、色、酒，一样一样往身上加，每一样都在加速消耗。等到福报耗得差不多了，寿元自然就尽了。所以古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年纪轻轻就站得太高，不是好事。你的德行、你的福报、你的心性都还撑不起那么大的名气，硬撑上去，摔下来就是粉身碎骨。那怎么办呢？才华本身没有错，名气本身也不是坏事，关键是你要用你的才华和名气去做什么。如果用才华去害人，去谋私利，那就是在折福；如果用才华去利益众生，那就是在赔福。越有名，能帮的人越多，福报反而越积越厚。很多出名的艺人或者那种事业有成的人都热衷做慈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啊，有才的人更要惜福，更要修德。前面说的这几种，说到底都是业力的显现，都是被动的，被推着走的。但还有一种早逝，既不是讨债，也不是消业，更不是福薄，那是最特别的一类人。我在有几期影片中讲过这类人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自己发愿来的，他们是大修行人，是菩萨乘着自己的愿力再来人间，只为完成一件事，或者度化某个人，或者弘扬某部经，或者了结一段缘，或者种下一颗善的种子。这种情况叫成愿再来。他们的寿命不是业力定的，是愿力定的。任务需要多长时间，他们就注视多长时间，3年5年也行，10年8年也行，做完就走，绝不贪恋这个世界。你看历史上很多高僧大德，很多了不起的修行人，走的时候都很自在。有的预知时至，提前半个月、1个月就知道自己哪天要走，提前跟弟子们告别。有的坐着就走了，站着就走了。为何他们能做到生死自主？因为坚固菩提大愿，能调伏宿事业力，不再像凡夫一样被业力被动牵引流转，业力无法捆绑束缚他们的生死，来去皆能随心自在。各位注意了，并非他们完全没有宿业，只是大愿与般若智慧可以转化，减轻业报，不被业力左右受限，因果规律依旧平等不虚，只是他们能自主掌控业报显现的时节，随缘示现，不受轮回逼迫。那怎么分辨一个人的早逝是业力使然，还是成愿再来呢？有几个特征可以参考。第一，看他这一生的心性和行为。成愿再来的人通常天生就带着慈悲心，从小就善良。第二，看他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成愿再来的人走的时候大多很安详，很自在，很多还能预知时至，提前安排好后事，跟家人弟子一一告别，然后潇潇洒洒就走了。第三，看他走了之后的影响。有的人走了以后留下的是悲伤，是遗憾，是烂摊子。有的人走了以后反而度化了更多的人，让更多人开始信佛，开始修行，开始行善。那他这一趟就没白来，他的任务完成了。有一个禅宗的公案，古时候有一位老禅师在一座庙里修行，有一天他跟弟子们说，我明天中午就要走了。弟子们以为师父开玩笑，没当回事儿。
结果第二天中午，老禅师洗完澡，换了衣服，坐到禅床上，跟大家说了一句：“我走了。”眼睛一闭，就真的走了。弟子们这才反应过来，哭成一片。哭着哭着，老禅师又睁开眼睛了，看着弟子们说：“你们哭什么啊？出家人还看不破生死吗？行了，我再陪你们7天。”于是他又活了7天，7天之后再次作画，真的走了。你看，生死对他来说就像出门散步一样，想走就走，想回来就回来。这就是了脱生死的大修行人，生死自在，来去自由。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句，这类人极少极少，千万不要随便往自己身上、往别人身上套。绝大多数人的早逝还是业力的显现，我们普通人做不到这个境界，但至少要明白，死亡不是终结，只是一期生命的结束。就像你换一件衣服，搬一次家，真正的那个你从来没有死过。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个人的因果，但如果不是一个人走，而是一群人同时离世呢？那背后的因果就不是个人业力那么简单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？一场地震，几万人瞬间没了；一场瘟疫，一座城的人都遭殃；一场空难，几百条命说没就没了。难道这些人前世都刚好造了同样的业？怎么会这么巧，偏偏凑到一起，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同时受报？这就涉及到佛法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共业。什么叫共业？就是不是一个人造的业，是一群人、一个地区、一个时代的人共同造的业。大家一起种下了同样的因，就会一起感召同样的果。跟共业相对的叫别业，就是每个人自己单独造的业，各有各的因果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同一个村子的人都往村头那条河里倒垃圾，日子久了，整条河臭了、脏了，全村人都得喝脏水，都得遭殃，这就是共业。你说你家倒的少，他家倒的多，有区别吗？有，别业上有区别。你可能病得轻一点，他可能病得重一点，但河水脏了这件事儿是全村人一起承受的，谁也跑不掉。所以集体性的早逝、集体性的灾难背后就是共业和别业交织在一起的结果。具体来说，集体早逝通常有3重因缘，一层比一层深。第一层叫同业相感，就是这些人前世或者今生曾经共同造过类似的恶业，比如前世一起打猎、一起打仗、一起做过伤害很多生命的事。那个业力成熟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会感召到同一个地方、同一场灾难里一起受报。你别觉得不可思议，业力的牵引比你想象的精密得多。2个人前世有怨，这一世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也会凑到一起了缘。一群人前世共同造了业，这一世也会被业力牵引着，出生在同一个地方，坐上同一班飞机，遇到同一场灾难。第2层叫地缘共业，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共同造的业。比如一个地方的人普遍喜欢吃某种活物，普遍从事杀生的行业，普遍民风彪悍好斗，那这片土地上的共业就重，就容易感召天灾人祸。水土环境气候看起来是自然现象，其实都是人心和共业的现象。人心善，这片土地就风调雨顺；人心恶，这片土地就多灾多难。古人讲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3层呢叫时代共业，这个范围就更大了，是整个时代、整个世界的人共同的业力。比如整个时代的人都崇尚享乐，纵欲杀业极重，道德滑坡，那整个时代就会感召共同的瘟疫、战争、灾荒。你去看历史，每个朝代末年乱世之前，往往都有大瘟疫、大饥荒、大天灾。不是天灾来了人才乱，是人的共业先乱了，天灾才跟着来。天灾是人业的显象，不是原因。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心里会发慌，共业来了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跑不掉？不是的，刚刚也说了，共业里面有别业，同样一场灾难，有人遇难，有人幸存；同样一场瘟疫，有人染病走了，有人什么事都没有。这就是别业的差别。大家共业里有这一场灾，所以都遇上了，但每个人自己的别业不一样，所以在灾难里的结局不一样。古时候有一个地方闹瘟疫，死了很多人，有一户人家全家5、6口人，走了4个，就剩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孙子。大家觉得奇怪，就去请问一位高僧，为什么这一家这么惨，偏偏祖孙俩没事儿？高僧说，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接生婆，一辈子救了很多产妇和婴儿的命，积了很厚的阴德。那个小孙子前世是个放生的人，也有很大的善业。他们家人的共业成熟了，所以都遇上了这场瘟疫。但这祖孙俩自己的别业里还有很大的福报，所以能在共业里独善其身。你看，共业是大环境，别业是个人的造化。大洪水来了，所有人都被淹，但有的人抱着一块木头就活下来了，那块木头就是你自己平时积累的善业福报。所以身处共业之中，不是只能等死。你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。你多做一件善事，多救一条生命，多存一个善念，就是在给自己多攒一块木头。等共业的洪水来了，你就比别人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，就算躲不过去，也能重罪轻报，少受很多苦。而且你不要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小，每一个人的善念善行，不只是在改自己的命，也是在稀释整个群体的共业。好人多了，整个地方的共业就会转好，灾难自然就少了。就像一池子脏水，你往里倒一杯清水，看起来没变化，但1000个人、10000个人都往里倒清水，池子慢慢就清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一杯清水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，同样是年纪轻轻就走了，每个人走的方式天差地别。有的人走得很安详，睡梦中就去了，没有痛苦挣扎，甚至前一天还好好的跟家人有说有笑，第2天人就没了。有的人却要在床上躺好几年，受尽病痛的折磨，浑身插满管子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熬到油尽灯枯才走。还有的人更惨，一场意外，一场车祸，一场灾祸，瞬间人就没了，走得极其惨烈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很多人只关注活了多久，却很少有人去想怎么走的。其实寿命的长短是杀业的总报，而死亡的方式、痛苦的程度是杀业细节的别报。你夺走别的生命时，让对方受了多大的苦，有多恐惧，有多不甘心，你自己走的时候就要受同等的苦。地藏经里说得很清楚，若欲杀生者，说速殃短命报。这个殃字不只是短命，还包含了横死、暴死、死的痛苦的意思。佛经里专门讲过9种横死，也叫非时死，就是寿数本来还没到，但是因为自己造的恶业提前横死了。哪9种呢？得病不治死，纵欲好死，火焚烧死，水溺死，受咬死，坠落死，毒药死，诅咒死，饥渴死。你听听，这9种横死放到今天依然都能对上号。而最惨的是什么？是那种横死、暴死、瞬间丧命的。为什么最惨？不只是死的时候痛苦，更重要的是临终那一念决定了你下一世去哪里。人在临死的最后一刻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非常非常关键。如果心里是平静的，是善念，是念佛，是想着要去好地方，那很容易往生善道。如果心里是恐惧，是怨恨，是不甘，是愤怒，这一念恶念直接就把你牵到恶道里去了。横死的人往往死得太突然，根本没有心理准备，
瞬间面临巨大的恐惧和痛苦。那一念心是慌的，是乱的，是充满怨恨的。就这一念，很容易直接堕入恶道。所以佛门里为什么那么重视临终助念？不是迷信，是真的能救命。人在临终的时候，神识最脆弱，也最关键。这时候有人在旁边帮他念佛，帮他提起善念，帮他平静下来，让他最后那一念是善的，是清醒的，就等于把他从恶道门口拉回来了。你看，同样是死，死法不一样，后续的去向天差地别。有人死了是解脱，是升天；有人死了是堕入更深的苦海。那怎么才能走得好，走得安详？还是那句话，活着的时候怎么活，死的时候就怎么走。你活着的时候心平气和，常存善念，不跟人结怨，不造杀业，死的时候自然走得安详。你活着的时候天天发脾气，天天算计人，天天造杀业，死的时候想安详也难。一个人怎么活，决定了怎么死；怎么死，决定了下一世去哪里。这是一环扣一环的，半点不由人。说了这么多横死的果报、短命的现象，那根源到底在哪里？说来说去，绕不开一个字：杀。前面我们提到过《佛说业报差别经》，佛陀亲口说了10种能让人短命、横死、英年早逝的恶业。你仔细去看，10条里面有7、8条都跟杀生直接或间接相关。为什么杀生对寿命的影响这么大？道理很简单，你夺走了别的生命多少寿数，你自己的寿命就会亏损多少。因果是对等的，一分一毫都不会差。今天我们就一条一条拆开来讲，你也可以对照着自己看看，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种下过这些短命的因。第一种，自行杀生。这个好理解，亲手主动杀害生命，不管是杀猪宰羊、打鱼捕鸟，还是刻意踩死蚂蚁、拍死蚊子，只要主动起心，亲手结束一条有情生命，都算杀生。很多人疑惑，蚊虫蚂蚁也算？答案是算的。一切有情生命本体平等，杀生的本质没有区别，只是所造业力轻重各不相同。若是走路劳作无心，误伤小虫，没有伤害之心，仅为轻微轻业，和刻意杀生不可同日而语。第二种，劝他另杀，就是你劝别人去杀。比如家里办酒席，你说多买点活鱼活虾新鲜，比如朋友要去打猎，你跟着起哄说好啊，带我一个。可能你没亲自动手，但这个杀因里有你一份，果报自然也有你一份。第三种，赞叹杀法，就是你觉得杀生是对的，是好的。比如你看别人打猎打得准，你夸他真厉害。神射手，比如你看别人做生鱼片刀工好，你赞叹这手艺绝了。你觉得只是随口夸一句，可在因果里，你认同了杀生这件事，就等于种下了随喜的因。第四种，见杀随喜，这个更隐蔽，你没动手，也没劝人，但是看到别人杀生，你心里高兴，觉得痛快。比如看到别人抓了一条大鱼，你心里想着今晚有口福了；比如看到讨厌的人遭殃了，你心里暗爽活该。报应这一念欢喜，其实也是短命的因。还有第五种，于所愿憎起恶害心，就是你心里恨一个人，盼着他出事儿，盼着他死，哪怕你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心里动了这个念头，都在折损自己的福报和寿元。心念的力量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见仇人覆灭心生欢喜，坏他胎藏，教人毁坏建立天寺，屠杀众生，以及教唆众人打斗残害。这10种折寿恶业，核心本质全都指向损害众生性命。我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，现代人的杀业其实比古代重得多。你走进任何一家餐厅，活鱼活虾现点现杀，一顿饭几10条命就没了。更别说那些海鲜自助、烤肉火锅，一天下来，一家店杀掉的生灵不计其数。
你去吃了一顿，觉得又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吃了，你消费了，这个杀业就有你一份。这里着重在讲下很多人完全忽略了的东西，就是堕胎。在佛法里，堕胎等于杀人，而且是杀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这个业极重极重。很多年轻女孩子不懂，觉得就是个小手术，睡一觉就完了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一条活生生的命被你亲手断掉了。这个因果种子一旦种下，后面的影响会持续很多事。身体上的病痛，感情上的坎坷，甚至下一代的问题，很多都跟这个有关。除了杀业这个主因，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会折寿，比如长期嗔恨，动不动就暴怒发火，火大伤肝，也伤福报，比如不孝顺父母，顶撞长辈。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，你在福田里种恶因，果报来得最快。再比如轻辱医生，嘲笑病人，别人生病你幸灾乐祸，别人求助你见死不救，这些都会折损寿元。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糟蹋自己，酗酒、熬夜、纵欲、暴饮暴食，拿身体不当回事儿。很多年轻人觉得我身体好，扛得住，其实你是在提前消耗自己的寿元福报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慌，我年轻的时候也造过不少杀业，吃了不少活物，那我是不是一定会短命？不一定。业力成熟有一层关键缓冲，就是福报。我们可以通俗把福报比作生命里的福德储备，恶业如同潜藏的苦因，福报充足时，就像大河容纳盐粒，厚重福德能遮蔽，冲淡杀生带来的短命果报，不会立刻损伤健康与寿元。很多人前半生肆意造作，依旧平安顺遂，全靠前世积累的后福做屏障。但各位切记，善业恶业是两套独立种子，不能互相抵消，一笔勾销。那知道了这些折寿的因，该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办法补救？当然有。正如开头我说，前世的因果那只是底稿，今生的寿数并非不能改变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印光大师总结得最透彻。他说，寿夭穷通，皆有一定，亦皆无一定。所谓皆有一定，便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前世业力底稿。我们这一生寿命长短、贫富贵贱，都是过去无数世身口意造作善恶提前感召而来的基础果报。普通人不曾修心积德、忏悔改过，终日顺着贪嗔痴肆意造业，这一生的境遇寿元大多会顺着宿业轨迹走，看上去一切仿佛早已注定。这便是有定的由来。世间有人早年杀生纵欲，仗着前世后福安然度日，待到福报耗尽，病痛缠身，折损寿命。也有人生来福薄，小病缠身，年岁不永，皆是宿业这张底稿预先埋下的趋势。而亦皆无一定，便是佛法命自我力的核心。这份业力底稿从不是无法修改的判决书，人心能造业，亦能转业。印祖特意举了樊四训为例，印证此理。袁了凡早年被术士推算，寿值53，终身无子，本是宿业定下的底稿，可他听从云谷禅师教诲，硬生生改写命运，增寿20余年，还儿孙满堂。那在佛门中，到底是什么方法可以增寿改命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前面说的10种短命因反过来做，就是10种长寿因，也就是不杀生、劝人不杀、放生、护生。再就是施无畏。施无畏的意思就是让众生不害怕、不恐惧。比如别人遇到困难了，你安慰他、帮助他；比如小动物要被伤害了，你救他一命，让他脱离恐惧。施无畏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。然后是护持胎孕、劝阻争斗、孝顺父母、不施医药、常存慈心、见人长寿心生欢喜。这10条你能做到几条就先做几条，做得越多，寿命越长，福报越大。除了这10条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忏悔。
过去造的恶业怎么办？忏悔，至诚的忏悔，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造了。再加上力行善业，很多恶业都可以重罪轻报，重业轻受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是明知故犯，知道杀生不好，还是照杀；知道熬夜伤身，还是照熬；知道发脾气不好，还是照发。一边造业，一边求长寿，那不是缘木求鱼吗？命是可以改的，但不是求来的，是自己修来的。你种什么因，就得什么果，一分一毫都不会差。最后再唠叨几句英年早逝的因果，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到底逃不出这几个字：杀业为根，因缘为缘，善恶交织，各有各的剧本，每一种都是因果，每一种都是自己造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意外，没有不公，没有冤枉，因果面前人人平等。所以不用羡慕别人长寿，也不用惋惜别人短命。你不知道别人的前世，也不知道别人的来世，把自己的因果管好，把自己的路走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生命的价值从来不在长短，而在你用这一期性命种下了多少善因，结下了多少善缘。有的人活了100岁，浑浑噩噩造了一身恶业，走了之后直接堕恶道，那长命100岁反而是受罪。有的人只活了20-30岁，却做了无数善事，度了无数众生，走了之后直接升天或者往生净土，那短暂的一生反而比别人几辈子都有价值。长短不重要，质量才重要。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可以慢慢想，如果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，回头看你给自己的下一期生命准备好了什么？是一堆杀业，一堆怨恨，一堆遗憾，还是一堆善业，一堆功德，一堆资粮？好了，各位善信朋友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也要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恳请你帮我点个赞，热推一下，让更多人看到因果的真相。也许多一个人看到，就多一个人戒杀护生，就多救一条命，这也是你的一份功德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感悟，或者为你思念的人留下一句祝福，一句善意的话，一个善的念头，都是一颗种子，都会开花结果。如果你愿意护持这个频道，让更多佛法智慧能够传播出去，也欢迎通过下方的连结随喜布施，一分一毫都是弘法的资粮，都有无量的功德。愿大家都能平安长寿，福慧双修。愿所有逝去的年轻生命都能离苦得乐，往生善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